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岩本元熙所著的《宽容的生活方式》这本书。本书适合那些因回忆过去的失败而感到沮丧，依然无法原谅某些人，或者希望了解如何不被愤怒支配的人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宽容能够让人生好转；第二，宽容自己是一切的开始；第三，宽容的生活方式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宽容能够让人生好转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有许多引发愤怒的事件，例如被亲密朋友欺骗、被恋人背叛、遭受上司的无理训斥，或者对他人的不满，甚至我们也可能对自己曾经的行为而感到悔恨、愤怒。当我们回顾这些经历时，往往会感到不快，内心的情绪也可能会重新浮现。虽然我们平时会努力克制自己，忽略这些经历，但它们实际上依然存在于我们的心中。如果我们没有妥善处理好这些情绪，生活可能会变得越来越乏味。那么，究竟如何才能正确消化掉这些经历呢？这正是本书探讨的主题——宽容。作者指出，通过宽容，我们的人生可以得到改善。宽容能够让这些令人不快的事件不再成为愤怒的根源。例如，如果您因为上司的指示而制作的文件被退回，您可能会心里感到不平，觉得上司太不靠谱。有些人可能会在匿名社交媒体上大肆发泄着情绪，以寻求安慰，但这种做法只会让愤怒继续停留在心中，问题也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，您和上司之间的不快关系仍然存在。那么，如果您尝试对让您感到愤怒的上司宽容，会发生什么呢？宽容的第一步是停止愤怒。您可以试着这样想：即使您不愿意原谅这个上司，但如果您真的要宽容他，您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？在这里，宽容可以理解为停止愤怒，这意味着您不再拒绝这个上司或这件事，而是开始思考上司为何会这样做。也许上司在家庭中遇到了麻烦，或者在忙碌时与您交谈的时机不对，或者上司可能不自觉地重复了同样的错误。当您意识到这些可能的原因时，您会发现自己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处理这种情况。您可能会开始反思自己是否在沟通中只考虑了自己的需求，而忽略了上司的感受。您可以更加注意上司的状态，选择合适的时机与他交流。或者在制作文件前，询问注意事项，确保自己不会重复同样的错误。通过停止愤怒并尝试宽容，您将不再仅仅指责上司，而是开始审视自己的行为，思考如何改进，从而避免类似问题的发生。虽然最初可能觉得改变微小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你会发现自己在处理问题时变得更加灵活，更多的解决方案会浮现出来，您的想象力和对他人情境的理解也会加深，从而改善您的人际关系。作者认为，宽容不仅能扩展您的选择范围，还能带来更加平和和丰富的生活。当您学会宽容时，您会逐渐感受到生活变得更加明亮和积极。如果您觉得难以原谅某人，不妨先尝试宽容。作者还建议，当您感到愤怒时，可以将其视为个人成长的信号。在克服愤怒、选择行动的过程中，你会发现自己逐渐能够处理类似情境，而不再感到愤怒。最终，你会发现自己能够宽容曾经难以宽容的事物，人生将变得更加光明和积极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宽容自己是一切的开始。每个人都会有回忆起过去错误并感到后悔的时候。当我们持续怀抱这种情绪时，其实是在拒绝宽容自己。我们的现在是过去积累的结果。如果不能原谅过去的自己，就相当于否定现在的自己。在这种状态下，无论做什么都难以成功。宽容自己意味着将自己视为最重要的存在，接受一切。作为人类来说，我们不可能总是保持积极的状态。我们可能会对他人产生憎恨，或者因为小的错误惹怒了他人，甚至陷入自我厌恶中去。如果亲密朋友处于这种状态，许多人会理解，
这也是常有的事，并给予接纳和支持。我们对自己也应该持有这种态度。首先要做的是意识到自己的情绪和缺点。当您接受了这些，您自然会思考现在能做些什么，从而找到成长的线索。接受失败的开始是意识到自己对失败和被责备的不适应，并理解失败本身并不一定是坏事。许多人将失败视为成功的对立面，但实际上，成功的对立面是未曾尝试。如果你想在某些方面取得成功，失败是不可避免的，这只是您尝试进步的证明，并不是一件坏事。因此，您无需责备自己，而应该从失败中学习并寻找改进的方法。作者指出，失败能让您学到更多，从而提升自身的价值。您对自己无法成功的沮丧和烦躁，源于您内心深处的真实自我被忽视。持续关注宽容自己，会使您逐渐习惯接受现状，肯定自己的存在，无需勉强自己，而是发现自己真实的成长价值。当您的理想自我与实际自我相一致时，您就会减少对自己的不满，变得更加平和，自信地承认自己的缺点，不再感到羞愧。这样，您就会获得他人的爱戴和尊敬。接下来是第3部分，宽容的生活方式。没有人因为愤怒而取得成功，愤怒有时会让人变得糟糕。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。愤怒可能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大，或者因固执而做出错误的决策，错过机会等。实际上，愤怒常常让成功远离我们。即使是出于正义的愤怒，也只会引发争端。正义的对立面是另一种正义，认为自己正确而对方错误的人会互相冲突。这种冲突最终可能导致更大的争端。如果双方能够理解对方的观点，至少不会因争斗而无法解决问题，人际关系也会更加平和顺畅。作者指出，人们的价值观因出生地和成长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差异。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一点，就会明白别人做出与自己不同的行为其实是很自然的现象，无需因此而愤怒。当你感到难以宽容某些事情时，可以反思自己是否对他人期望过高。即使被欺骗，也要学会接受现实。如果别人没有按照您的期望行动，您仍然可以找到应对的方法。然而，当遇到背叛或欺骗时，接受对方的行为可能较为困难。即便如此，为了不让愤怒遮蔽您的眼睛，您必须把信任对方的责任归咎于自己，尤其是在亲密的人背叛您时，这可能是由于某些特殊情况导致他们不得不这么做。您需要接受这一点，并继续向前看。无论人与人之间发生了什么问题，如果未来的幸福才是最优先的事情，那么就应尽快放下过去，集中精力思考未来。为了做到这一点，您可以重新回忆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和能使您快乐的事情。对被欺骗或背叛的执着只会浪费生命。重新找回内心的富足是值得的。生活的意义在于装点自己的美丽。宽容自己和他人是永无止境的。不断反思和挖掘自己，你会发现自己之前未曾真正看到的一面，同时也会意识到自己对他人的一些不切实际的期望。宽容的生活就是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前进。尽管有时您可能会遇到自己不愿意面对的一面，但继续宽容的生活方式是值得的。宽容自己和他人意味着接受自己和他人。当我们以本来的自己面对他人，并与他人以真实的姿态携手合作时，这种相互信任的喜悦是无与伦比的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